谭松韵被遗忘的金鹰奖，当实力派撞上流量投票的尴尬。还记得2020年的金鹰奖红毯吗？那个夜晚，谭松韵穿着一身白色长裙，安静地坐在颁奖典礼的边缘位置，而她身旁的童瑶却稳稳占据着 C 位。就在那届金鹰奖上，童瑶凭借配角拿下了最佳女演员奖杯，而谭松韵这位同样入围的优秀演员，只能成为镜头里一闪而过的背景板。从那之后，谭松韵的意难平似乎就成了一道绕不开的坎。大家好，欢迎大家回到华语娱乐频道，观看我们的最新视频。今年的金鹰奖再次拉开帷幕，第33届金鹰奖的评选工作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。观众投票第二阶段从6月27日开启，将持续到7月3日。杨紫凭借《生命树》《国色芳华》《锦绣芳华》3部作品同时入围金鹰奖，成为金鹰奖历史上首位单届3题的演员。赵丽颖的《小城大事》也成功入围第2轮评选，她本人同时获得了最佳女主角和电视剧奖项的提名。迪丽热巴凭借《利剑玫瑰》与萧启清壤双剧同时入围，成为本届唯一一位有2部作品入围的女演员。白鹿的《北上》在最佳电视剧提名中占有一席之地，她本人也凭该剧入围最佳女主角。就连关晓彤也凭电视剧《小巷人家》成功入围。这些女演员各有各的闪光点，各有各的代表作，这都不假。可谭松韵的《我和我的命》呢？这部同样被央视选中的作品，同样在2026年播出的热剧，为什么连个提名都没捞着？它的收视率一点也不差，口碑也说得过去，怎么就偏偏与金鹰奖失之交臂了？让我们看看谭松韵近几年的成长线。2025年央视片单中，她主演的仙侠剧《逍遥》和都市励志剧《我和我的命》双双入选，这本是她事业再上一个台阶的大好时机。然而，细看就会发现，一些不太对劲的细节正在悄悄浮现。有业内人士爆料，谭松韵为了接手这2部作品，拒绝了某 S 家古偶项目的邀约。结果，那部被她放掉的剧播出后爆火，女主角直接跻身顶流行列。更让人心疼的是，她在《逍遥》中的戏份还遭到了无情压缩，原本30集的剧本愣是被剪成了24集，导致角色成长线出现断层。这一系列操作让人不禁要问，这究竟是一位央视亲闺女该有的待遇，还是另一种形式的被资本压榨？其实，金鹰奖的评选机制远比我们想象的复杂，它压根就不是单纯由观众投票决定的奖，而是由观众投票占40%，中国视协会员投票占30%和专业评审投票占33%，方综合评分后决定最终归属。这就意味着，即便一部剧的观众人气再高，粉丝刷票刷得再猛，如果没有行业内专业评审的点头，照样白搭。然而，问题恰恰就出在这个观众投票环节上。现实情况是，所谓的观众投票，到头来其实演变成了粉丝投票。绝大多数普通观众根本不会去参与这种复杂的投票流程，真正在那投来投去的，其实是各家粉丝。有网友一针见血地指出，所谓观众投票，其实就是粉丝在投票。一个是演员之间的竞争，一个是粉丝之间的竞争。还有人说，别带所有观众，正经观众不做刷票的勾当。双引号。看看第2阶段的投票要求，每个手机号只能投1次，但电视剧至少要选9部，最佳女主角至少要选2位候选人。这规则看起来是在避免刷票，可实际上，粉丝后援会早就研究出了对策。他们会发出详细的投票教程，要求成员先不要自行投票，紧跟群内号召，统一行动，集中锁票，确保自家人不走散。在这样的规则下，谭松韵能不吃亏吗？
他的粉丝群体虽然忠诚，但数量和活跃度与杨紫、迪丽热巴这样的顶流比起来，确实存在差距。而金鹰奖虽然设置了60%的行业票来平衡，但这部分票又往往偏爱那些更有主旋律色彩、社会议题更突出的作品，比如生命树聚焦高原生态保护，赵丽颖的小城大事关注基层女干部。相比之下，《我和我的命》虽然也是一部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，但在题材光环上似乎稍逊一筹。更令人玩味的是，谭松韵在《你比星光美丽》宣传期间接受采访时曾坦言：“我不是流量明星，只能用作品说话。”这种不争不抢的态度确实让人心生敬意，但在金鹰奖这种需要靠流量和话题来拉动投票的评选中，谦逊反而成了一种劣势。看看杨紫，她主动争取沉香如屑后直接转型顶流，这次更是3部作品齐头并进，用实打实的作品矩阵来冲击奖项。两者之间的差距或许不只是演技上的，更是策略上的。金鹰奖的尴尬之处还在于，它虽然号称去流量化，从2018年迪丽热巴凭豆瓣3.1分的漂亮的李慧珍包揽双奖引发巨大争议后，到2020年清理约150万张涉嫌刷票的违规选票，再到今年增设最佳男女配角奖，首次将网络视听作品与传统电视剧同等参评，改革的脚步似乎一直没停。但说到底，40%的观众投票权重仍然存在，粉丝投票依然是奖项争夺中的重要力量。这就像一个人想减肥，一边喊着要戒糖，一边又把巧克力放在触手可及的地方。谭松韵被质疑资源咖的同时，又被发现资源背后暗藏着戏份被剪、机会错失的暗伤。他在《我和我的命》中的表现可以说是拼了命，减重至82斤，素颜出镜，学习方言，还在流水线上拍打螺丝的戏份，演出了农民工的真实感。这种努力，评委们是否看到了？观众们是否注意到了？人善被欺这个词，在谭松韵身上似乎得到了某种验证。他从不炒作，不立人设，不玩饭圈那一套，就连当年在《王牌对王牌》的未播花絮中，一段62秒的极乐净土舞蹈都被一剪没。他还曾拒绝某顶流综艺的常驻邀约，因为节目组要求他装傻充愣制造话题，被他以不符合角色定位为由拒绝。这些他坚守底线的做法，在流量为王的时代，会不会反而成了他被奖项遗忘的原因？再看看今年金鹰奖的激烈竞争，最佳女主角的争夺堪称神仙打架。宋佳凭借《山花烂漫》时豆瓣9.6分的成绩，刚拿下白玉兰视后，闫妮的小巷人家年代感极强，国民度极高。杨紫3部作品同时入围创下纪录，赵丽颖已经拥有2座金鹰视后奖杯。在这些强者面前，谭松韵的《我和我的命》就算口碑不俗，也很难在评选中杀出重围。更让人值得注意的是，金鹰奖历史上存在着所谓的白玉兰魔咒，金鹰与白玉兰视后重合度极低。这意味着今年刚刚拿下白玉兰视后的宋佳，未必能在金鹰奖上继续风光。可这条魔咒会不会也波及到谭松韵身上？答案是确定的，因为谭松韵连提名都没拿到，根本用不上什么魔咒来影响。金鹰奖的最终获奖名单要到8月30日的颁奖典礼上才会揭晓，在那之前还有第2轮投票、官方提名名单公布等多个环节要走。但可以确定的是，无论最终谁拿下了视后奖杯，谭松韵的名字都不会出现在那张获奖名单上。他那部《我和我的命》就这样被无声无息地挡在了金鹰奖的大门之外。